今天我们来体验山海 T2。这台山海 T2呢，这个车还是挺帅的，对不对？喜欢旅行者的朋友啊，一定会喜欢这个车。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在它的一些细节方面，比如说这个轮毂的这个中间的小盖板燃油版它是凹进去的啊，这个混动版它是鼓出来的。另外呢，因为是混动版本，所以这台车呢，它在这边是有一个电源的充电口的啊，有支持快充。那慢充呢，也是支持外放电的，这个功能很重要啊。对于喜欢露营的朋友来说呢，支持外放电意味着你有了一个可以开一整夜的这个空调，还有这个整个外放电的电源啊，支持你去用各种大功率的电器，非常的方便啊，可以大幅的提升咱们露营时候的这个使用体验。这个是和燃油版很不一样的地方。这里的这个车标啊还没有改啊，后续我听这个工作人员说，上市了它会改成山海 T2。那作为混动版本呢，还有一个变化可能就是在空间方面，因为它多了一些电机电池，所以在这个后备箱的空间方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后备箱盖板下面现在是没有之前那么多的储物空间，但是我觉得还好啊，对咱们的影响应该没有那么大。那外观部分呢，我觉得变化就是这些了。咱们接下来到车里面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坐到车里面不出所料啊，整个设计的风格也是和燃油版如出一辙。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这个配色啊，使用了一个全新的蓝白配色，我觉得还是挺有新意的啊。那不知道外观会不会后续也推出一些混动版的专属颜色啊？小期待一波。那其他的部分呢，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个系统方面增加了一些混动的这个专门匹配的软件，比如说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管理，还有仪表盘上面增加了一些混合动力的信息啊，主要就是这些了。其实看着真的和旅行者燃油版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这个挡把呢，也不是最终的量产版本啊，量产版本据说是会和咱们买的那台顶配版一样，也是水晶挡把，所以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那整体上来说呢，我觉得外观内饰的设计啊，基本上是能沿用就沿用了。那接下来啊，我最期待的其实是这台车开起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咱们马上把它开起来体验一下。因为这台车呢是一个小批量试制版本嘛，所以上不了临牌，我们就不去城市道路去体验了，在这个停车场简单的来开一下。但是呢，开上来之后，你马上就知道，这台车虽然看起来和旅行者一样啊，但是山海 T2它确实是一台完全不同的车。因为现在我低速的时候，它是完全用电机去驱动的。那这台车呢，它搭载的这个混动系统啊，是奇瑞的第5代发动机加上3档的 DHT 这样的一套系统，跟我们之前的开的瑶光 CDM 是一样的。那最直观的体验当然是低速的时候、城区的时候这种接近纯电的使用体验非常的安静，非常的舒服，这是它的第一个好处。很多人关注混动版本，肯定也是非常关注它的节油表现啊。那说一个参考数据吧，我们之前开像瑶光 CDM 这样的车呢，在正常甚至比较激烈的驾驶状态下呢，最后是在6个油出头这样的一个馈电油耗。那这台旅行者呢，我觉得它的节油率可能会更高，因为燃油版嘛，它其实油耗还是比这种流线型车的设计还是要高一点的。那用了这个混动版本之后呢，我觉得节油率可能会更高。所以如果城区的话呢，它这台车提供一个比较高的纯电续航，那你城区基本上是不需要加油的，使用花费很省。那如果是馈电油耗状态下呢，应该也会比燃油版节省差不多1半的油，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这个呢，我觉得是这台山海 T2它的第2个大的优点，就是节油省钱。第3点呢是它的加速性能啊，因为这台车它的这个混动系统是支持发动机和电动机去并联驱动，所以最大的这个功率呢是能达到200多千瓦的是要比燃油版的这个 2.0T 的发动机还要高上很多。所以这台车我觉得在加速性能，特别是中后段加速电机和发动机一起发力的话呢，应该是比较猛的这是第3个优点，也就是动力性能强。除了这些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这是一台方盒子车啊，有不少朋友买这台车是想要去越野的，对不对？那你越野的时候呢，这个车的四驱性能就很重要。山海 T2啊，它的后续呢，应该是会通过加装 P4电机来实现这样的四驱性能，和咱们之前的旅行者，它这个通过传动轴去分配发动机的这个扭矩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路了。那我之前开像奇瑞的 i-03这样的电动四驱车，我就明显感觉到，电动化对四驱至少有2个方面的体验提升。第一呢，就是电机它的扭矩是瞬间爆发的啊，起步就是最大扭矩，它的这个四驱的爆发性呢应该是更强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动力分配啊，因为是前后电机可以通过电控去分配，所以相比咱们这个传动轴分配，它可以做得更加的精准，更加的精细啊，能够应付更多的这样的四驱的路况。我觉得这个对这台车它的这个四驱的性能、四驱的体验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所以综合下来啊，从这个舒适性啊、静谧性，到它的节油性，到它的动力性，再到四驱性能，这套混动系统呢，给山海 T2相比旅行者，我觉得带来的是全方位的提升，所以我现在也是非常期待能早一点开上量产版的山海 T2啊，实际的去测一测它的油耗啊，它的动力性能，还有它的四驱表现啊，我相信应该会让我们都非常有惊喜。好，那这台山海 T2呢，我们今天就简单的体验到这儿啊。其实这台车虽然它的外观基本上和旅行者没什么变化，但是我觉得旅行者本来就是方盒子车里面比较有科技感的那一类啊，所以混动化之后沿用，我觉得也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最主要这台车它的混动系统我是非常期待的，希望可以尽快的开始长测。那山海 T2它正式的上市时间呢是会在4月份的北京车展，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波啊。我们今天的体验就到这里，下期见。